战印低笑，回家后我再化身为狼少。海童轻拧一下他的手背，他却宠溺地拉高了他的手，在他的手背上亲了亲。在他又要发作的时候，他却一本正经地牵着他往前走。让他也不好意思再拧他。战印带着海童出现在公司年会上，战氏集团上下并不觉得意外，所有高层对海童都客客气气的。倒是苏南今年的女伴换成了沈小军，不再姓苏，让大家很意外。那些爱慕苏南的女职员敏感得很，听了苏南介绍沈小军时，就猜到这是苏南喜欢的人，看沈小军的眼神充满了羡慕嫉妒恨。哎，苏总竟然也有喜欢的女孩子了。哎，这是紧跟战总的节奏。虽然大家看沈小军的眼神满是嫉妒，明面上并没有人敢向沈小军挑衅，主要是怕苏南。海童悄悄地对战印说道，看来苏总在你们公司很受欢迎啊，就如果眼神能杀死人的话，小军都不知道被他们杀死了多少次。战印淡淡的道，苏总身居高位，又年轻俊美多金，表面上平易近人，虽然嘴多爱八卦，但还是很吸引人的，就都不知道上司这样子是在夸他还是在贬他。彤彤，你想早点回家吗？可以提前走啊，这是人家公司的年会，他作为战印的家属前来参加。转了一圈后，海童就不太想待在这里了。虽说大家对他客客气气的，但他和别人不熟悉，在战印和同事们说公司的事情时，他又插不上话，只能吃吃喝喝，然后大家看他的眼神总有点说不上来是什么意思，可能是见他胃口大能吃，在心里腹诽他是饿死鬼投胎吧。可以，往年他早就提前走了，今年呢是因为有了他才多待了1个多小时。咱们走吧，反正我也吃饱了。他是吃货，喜欢吃，战印就照顾着他吃，给他拿的都是他爱吃的食物。从他进来后，战印都是围着他打转。战印宠溺地轻点一下他的鼻子，就知道吃。吃饱了吧？要是还没有吃饱，我再帮你拿点吧。不用了，再吃下去就撑了。哇，你们公司的食堂厨师手艺还真不错，准备的食物味道都很好。年会上是吃自助餐，除了各种美食还有各种食点。海童尝过了不少，觉得味道很好。这些食堂厨师要是想进入高级酒店都有资格，这不是食堂厨师准备的，是从我们公司旗下酒店调来的厨师。海童恍然，怪不得他觉得每一样都很好吃，吃的他差点变成了猪八戒。走吧，我们回家，你吃饱了，我还饿着呢。战印意有所指，听着他意有所指的话，海童俏脸微红。战印带着海童离开后，大家紧绷着的神经得以放松，气氛都不一样了。吃了一餐饱的战少把玩着怀里娇人的秀发。彤彤，我可能还要出差一趟。海童在他怀里抬头，不解的道，还有几天你们公司就正式放年假了，你还要出差啊？短途的出差就是去 A 市，去个2-3天就能回来。战印低手在他的额上亲了亲，黑眸灼灼的锁着他的俏脸，低哑的问，舍不得我？什么时候出门？我帮你收拾行李，送你去机场。还以为他会舍不得他呢，谁知道他就是确认一下他是否真的要出差，然后美滋滋的要帮他收拾行李，送他去机场，都不问一下他出差做什么。那战印很郁闷。夫妻俩滚了数次床单，满以为感情不一样了，现在感觉也就是比以前稍微好一点，他对他都没有那种粘性。战某人就是带着这种郁闷飞往 A 市，参加重要的合作伙伴丰臣集团当家人叶君博的婚礼。在婚礼上看到叶君博和穆晴郎才女貌，听说穆晴还怀着身孕，是双胞胎，战印打心里羡慕。有君然的介绍，战印结识了望城兰家少主，听说兰家少主也和他一样，出入都带着一班保镖，既是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，也是防着爱慕者的纠缠。婚礼后的隔天，
战印去了风尘山庄。那由于他和君然最为相熟，他去了风尘山庄，接待他的人是君然。君然见战印进来后就沉默不语，似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扯了个话题说道：战总难得来一次，我带你到处逛逛。战印早就听说过风尘山庄风景美如画，他们战家老宅也不输于风尘山庄。不过君然提议了，战印没有拒绝。哦，麻烦五少了。君然笑道：你来我们 A 市，我总要尽尽地主之谊的。战总若是不急着回去，这几天我带你到处走走，赏赏我们 A 市的风景。A 市的景区，我个人认为比你们管城好很多。管城没有特别出名的景区， A 市却是本省最多景区的城市。战印默了默后说道：我在年28就要回去了，过年也是给自己放几天假，好好的陪陪家中长辈。君家给他的感觉和他们战家差不多。哎，家风好，兄弟叔侄也和睦，没有争权夺利的事情发生。当初叶君博陪着爱妻回望城，把风尘集团交给3少和4少负责，2位少爷就撑了一段时间，压力山大，盼星星盼月亮般盼着叶君博回来。等到望城兰家的事情结束后，叶君博携妻归来，3少和4少马上就交出公司大权。仿佛那是烫手山芋，早点扔了好，免得烫手。战印知道这些事情，觉得就是他们战家会发生的事。他对叶君博的那种不得不挑大梁的无奈深有体会，那是第2个他。君然理解地笑道：也是，平时我们工作都很忙，几乎没有时间陪一下家人，趁着年假放松放松，也是陪陪家中长辈。君然带着战印出屋，在风尘山庄闲逛着，2个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，主要还是君然在说，战印在听。战总，你是否有心事？君然见战印总是在沉默，最终问了：战总，咱们2家公司是深度合作，我们也算是朋友了，若信得过我，可以把心事说出来，我看看能不能帮你。战印臣就有马上说话，他看到不远处有座凉亭，便朝那凉亭走去。凉亭周围铺了很多假雪，让人有一种身临雪景的感觉。在凉亭底下的石桌子坐下来，战印环视了一遍周围的假雪，莫名就觉得有一种凉意。他对君然说道：假雪之景布置得不错，很应景。在会下雪的地方，例如望城，这个时候的确到处都是积雪，特别冷。管城就只能制造假雪之景。过年了吗？总要布置一下，让大家有过年的气氛。我们山庄也有真雪的，滑雪场里面的雪是真雪。战总有兴趣去滑雪吗？我带你过去滑几场。战印淡淡的道：我喜欢去北方参加那种真正的滑雪。君然笑了笑：巧了，我也喜欢，改天有空的话，咱们约上去北方赏雪、滑雪，欣赏一下北国风光。战总是否因为感情问题而闷闷不乐啊？君然是单身，但他细心，在兄嫂的婚宴上，他就看出战印的心不在焉。战印虽说是在他的朋友圈里秀了一回恩爱，在战氏集团里也人人知道他已婚，但他并没有完全公开他已婚一事。君然知道，但战印没有完全公开，他就装着不知道的样子。战印看着君然问道：这么明显了吗？君然笑：不了解战总的人察觉不到，战总习惯板着脸，表情严肃，你心事重重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表情。战总要是觉得我可靠，可以跟我说说，不过我未必能帮你解决，毕竟我还是个单身狗。他连女朋友都没有，除了青春少年时期对前桌的女生有过好感，毕业后大家考进了不同的大学，一开始还经常联系，后面对方有了男友，他就不再联系那位同学了。那这么多年来，他就老老实实的打理风尘集团位于管城的分公司，感情方面一直很平静，没有遇到特别喜欢的让他心动的女孩子。对待感情，君然也是顺其自然的，他始终相信缘分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相见不相识。他在等着那个与他有缘千里相会的女孩子。战印默了默后
说道：武少，我是信得过你，不过用你的话说，你还是单身呢，未必能理解和体会我此刻的纠结心情。我想向你大哥请教请教，武少能帮我跟叶总说一声吗？君然笑道：当然可以，你是现在就想见我大哥吗？战印今天来风尘山庄，大概就是找他大哥的吧。叶总今天什么时候有空都行，我也知道我在今天过来打扰有点不地道，那毕竟是叶总的新婚第2天。战印觉得自己不地道，在叶君博新婚第2天前来打扰。居然看了看时间后说道：我大哥现在应该有空，我问一下他。说着君然掏出手机来打电话给叶君博。很快叶君博就接听了电话。君然在电话里把战印想见兄长的请求说了，叶君博就很爽快地答应和战印私聊。10几分钟后，叶君博出现在凉亭下。叶总，战印起身，对不起，打扰你了。他晚上就要飞回管城，所以他才会厚着脸皮在今天来打扰叶君博。叶君博笑着，没事，战总，请坐。请战印坐下后，叶君博又让弟弟通知管家安排送些茶水点心过来。不知道战总想向我请教哪方面的问题啊？战印俊脸微炯，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，说道：叶总，是我的私人感情问题，我想向叶总讨教，因为我和叶总都是走的闪婚路线。叶君博还不知道战印闪婚的事，居然并没有回家里说。听了战印的话，叶君博就很意外地看着战印，像战印这种天性冷冽的男人居然会闪婚。战总闪婚多久了？是否爱上了你的闪婚太太？叶君博心里其实有了答案，战印如果不是动了心，就不会纠结，也不会在他新婚的第2天就来找扰他。我们闪婚有3个月了吧，他是救过我奶奶的人，在他成了我奶奶的救命恩人时，我家里人对他都很感激，也表达过谢意啊。我奶奶特别喜欢他，可能是我们这一代没有女孩子吧。顿了顿后，战印说道：我们家的情况和叶总你们家差不多吧，都是阳盛阴衰啊。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他，对他也不了解，不过他救了我奶奶，我内心对他还是充满感激的。谁知道不久后风向就变了，我奶奶老是在我面前说他的好话，说希望他能成为我们战家的儿媳妇。战印回想起领证之前奶奶天天的唠叨，继续往下说。我想着我们家兄弟9个，除了小的那2个确实太年轻不适合，余下那几个不拘哪一个都可以娶她的。结果我奶奶指名道姓要我娶她，我自然是拒绝的，还很生气，觉得她是个心机深沉的女人，仗着就过我奶奶。那一图飞上枝头变凤凰，哪怕我奶奶一再的解释这是她老人家的意思，我压根听不进去，把她定死在心机女的位置上。跟我奶奶解释了无数次，让我奶奶不要被骗了，可我奶奶不听呀，端着大家长的架子要求我一定要娶她为妻。闪婚之前的日子对于战印来说也是让他头痛的。他奶奶呢属于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，相中了海童，要他娶海童为妻，就天天念叨，还说他娶海童是代替奶奶报恩，他不娶就是不孝，这样的重话都说出来。他出生就是天之骄子，却被奶奶逼婚逼得那么甚了，那个时候的他对海童还能有多少好感？居然给战印和大哥各倒了一杯茶，也给自己倒了一杯，然后一边吃着点心，一边品着香茗，听着战印剖白。战总后来答应娶那个女孩子为妻了吧？叶君博问道。战印点头，我奶奶连不孝这样的帽子都扣到我头上来了，我只能娶她为妻。领证那天我跟她说了，因为我们没有感情基础，先隐婚，我也没有告诉她我是战家的大少爷。叶君博抓到了重点，战印是隐瞒身份的，就像他当初隐瞒身份坑了穆晴一样。闪婚后你们相处的怎么样啊？叶君博八卦地问道。他和穆晴是属于闪婚，但他们在闪婚之前已经认识了11年。是老熟人了啊。而且穆晴是他一早就瞄准的女人，就碍于穆晴年纪小，他压抑着自己的感情，不敢流露出来。
直到穆晴被催婚，催得不敢回家，不得已租他当男友。他抓住了机会，坑了穆晴一把，把契约结婚做实了。由于他和穆晴是老熟人的闪婚，与战印这种真正的与陌生人闪婚是不一样的，叶君博就忍不住八卦。闪婚之前，我和我奶奶说明白的，娶她可以，但婚后怎么对她是我的事，我奶奶不能再干涉。我也想隐去真实的身份，通过日常生活的相处考察一下她的人品，看看她是否像我奶奶说的那样是个自强自立的好女孩。刚相处的时候，我们彼此都不习惯吧。闪婚之初，她总是忘记自己有了个老婆，她也不习惯有个老公。也发生过一些小摩擦，不过都通过沟通后解决了。相处的时间长了，战总就慢慢的习惯她的存在，也对她生出了感情。习惯是很可怕的，往往就是习惯了对方的存在，然后害怕失去。战印点头。如今我们感情处于上升期，我承认我爱上他了。当初说不会追妻的他，现在脸都被打肿。我纠结的是，我该不该主动向他坦诚我的真实身份？坦诚后，他会不会因为生气离开我？还有一点，他的亲表姐是我的爱慕者，公开向我表白并追求。他因为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还曾帮过他表姐来追求我。噗，居然一口热茶喷出来。两位大总裁同时看着他，居然赶紧抽来纸巾擦拭着桌面，一边咳着一边不好意思地笑道：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忍俊不住了。战家大少奶奶真好笑，居然帮着情敌追求自己的丈夫。叶君博其实也想笑的，不过他就沉稳些，没有像君然那样失态。他表姐妹俩的感情如何啊？战印答道：他表姐是最近才认回来的，就是商家的千金小姐商小飞。商太太一直寻找的妹妹就是我丈母娘。这么狗血的事情发生在我战印身上，我都懵了。姐妹俩的感情很好，我在商小姐面前绣过婚戒。商小姐知道我已婚后，已经不来纠缠我了，但她对我的感情还没有放下来。商无痕知道我和我太太的事后，也曾约见过我，让我继续瞒下去，不要让商小姐知道，怕刺激到她。我现在想坦诚，又怕她接受不了，更怕她因为她表姐喜欢我的事，就让她有心理压力，觉得对不起商小姐。叶总，你是过来人，我想请教一下，当初你是怎么向你太太坦白你的身份啊？你太太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后是什么反应？你又是怎么做才让她完全的接受你，不再受外界的因素影响？叶君博明白战印为什么纠结了。战印不是不敢向闪婚妻子坦诚身份，他是怕坦诚身份后会带给妻子伤害。还有商家千金的存在，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，处理不好，或许商小姐心生嫉妒，姐妹做不成不说，还会反目成仇，那也会影响到战印和他太太的感情。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后，叶君博说道：战总，我和你的情况不一样，当初我虽然和我太太闪婚，却是我算计来的，我暗恋我太太11年，逮着机会把她坑进民政局领的证。原则上我们是闪婚，可我们是老熟人的闪婚，毕竟认识了11年。我家晴晴那会儿对我不算了解，但我很了解她，我是带着目的性的。你和你太太那是真正的由陌生人闪婚成为夫妻，没有半点感情基础，闪婚之初你对你太太肯定也充满了防备之心吧？说不定你还会提出签份协议呢。战印俊脸泛着窘色，不愧是走过同一条路的人，连签协议这种事都猜得到。他低沉的道：我是误会过我太太，也防了她很长时间，也真的签了协议，协议内容全是约束她的，唯一于她有利的就是一旦终结婚姻关系，我会把我和她现在住的那套房子和我现在使用的那辆车都给她，当成是赔偿她的青春损失费。叶君博问他，那份协议还在吗？我和晴晴当初也签了协议，不过我让协议作废了，好不容易娶到她，我才不会受协议约束。战印顿时觉得找叶君博是找对了，
他也把协议废掉，不再受协议约束。协议被我烧成了灰，灰都给我冲进了下水道。除非他能让时光倒流，否则他是找不到协议的了。叶军博笑，像战总的行事方式，毁约就毁个彻底，让对方连证据都找不到。当初我家晴晴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时，是震惊的，而且不是我主动告诉他，是我的死对头欧阳玉捅破的。他觉得高攀不起我，要和我离婚。战印脸色变了变，哎，你是怎么哄住你太太，让她打消离婚念头的？现在叶君博和穆晴的感情羡煞旁人，两个人的爱情结晶还在穆晴的肚子里愉快的成长。战印是真的很羡慕叶君博，也盼着自己能像叶君博那样，成功的度过婚姻危机，能和海童恩爱到白头，也能儿孙满堂。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和他之间没有隔阂，证明我家里人不会嫌弃小看他，证明我是真的爱他。我能给他幸福啦，他想做什么我都支持，遇到任何困难我都会想方设法帮他解决，让他对我越来越信任，渐渐的把我当成他的依靠。当然我和晴晴认识了10几年，这条路走起来还是很容易的。战总也可以学我，但战总走这条路会有点艰难，因为要花费很长时间来证明。至于你太太的表姐喜欢你这件事，早晚都得面对的，我觉得你不必考虑她表姐知道后如何。战总是个有能力也是个护短的人，我相信你能罩住你太太。战总纸包不住火，早晚都要被他知道的。我个人建议你还是早点向你太太坦诚一切，你主动向她坦诚，好过被她发现，或者被别人捅到她面前去。叶君博深有体会啊，他当初要是主动向穆晴坦诚身份，就穆晴的反应可能不会那么激烈。因为代表他对他完全信任才会向他坦诚嘛。是由欧阳玉捅到穆晴面前，穆晴觉得他不信任他，防着他，加上丈母娘觉得他们现实差距太大，担心穆晴嫁入了君家会受欺负，也曾极力反对两个人的婚事。你主动说的对他来说就是你已经信任他了，别人捅到他面前的，他会越想越生气，觉得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唯独他不知道，被你骗得团团转，觉得你不信任他，防着他，他跟你闹能闹很久。战印想到海童的脾性，有点害怕地道，我试探过他，在什么情况下会离开我，他说我出轨、家暴啊，或者无数次欺骗他，他就会离婚。我一开始只撒了一个谎，但后来却要用无数次谎言去圆第一个谎，导致我无数次的欺骗他，就连来参加你的婚礼，我都骗他说是出差。叶君博，我反正是建议你向他坦诚一切，至于你太太会是什么样的反应，我真不敢打包票哈。毕竟咱们俩看似都是闪婚，实则上意义不同。战总是福是祸都躲不过，你不如迎头上。战印沉默，或者你回去后好好想想，挑一个好的时机，好的日子，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向他坦白吧。战印想了想后，向叶君博道谢。谢谢叶总的点拨，我会好好的想一想的。叶君博笑道，人心都是肉做的，只要你付出的是真心，总有一天能感动对方的，更何况你们已经是夫妻，现在也有点感情了，你在纠结，等他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后，不管做任何决定，他也会纠结万分的。爱情的断舍离是很难很难的，鲜少有人真正能做到拿得起放得下。战印再次向叶君博道谢，战总不必客气，以后遇到难题时可以跟我说说。我虽说昨天才举行婚礼，但我领证时间挺长的了，算是过来人，比你们这种刚扎入婚姻里头的初婚夫妻有经验。希望下次战总过来时能带着你太太，我想我太太很乐意多一个朋友的。战印知道穆晴的身份，也知道穆晴平易近人，没有豪门大少奶奶的架子。海童要是能和穆晴处成朋友，对海童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啊。下次有机会啊，我一定带着我太太过来拜访。叶君博笑道，只要战总有这个心，
机会随时有。不想过来，那就是没机会。战印起身，今天打扰叶总了，以后只要叶总去管城，我必定请叶总吃饭，尽地主之谊。叶君博看向自家亲弟弟，打趣的道：“饭在哪里都能吃。战总要是有认识的好女孩，可以帮老五牵红线。他长期在管城，我又很少过去，手伸不了那么长，管不到他。但家里长辈都是在愁着他们的人生大事。居然吃着战印的大瓜，吃得津津有味的，冷不丁的被大哥点名了，竟然还让战印帮他牵红线。他赶紧说道：哥，我上面还有3哥4哥都未婚呢，你们要催婚就先催他们俩。叶君博说道：老3和老4都在 A 市，想催婚容易，倒是你年一过又去管城，我们对你在那边的社交活动一概不知，只能托战总帮你牵红了。老4也不用操心，他还在找着那个要香女呢。你4嫂8九不离10就是那个要香女。老3君丽和老5君然现在是长辈最操心的对象。别看一个排第3，一个排第5，由于不是同母所生，他们的年岁相差不远的。放在普通人群里，君然都属于大龄剩男了，就很多和君然同龄的人都是2个孩子的爸爸。战印颇为歉意的道：我很想帮5少牵红线，可惜我认识并了解的年轻女性十分的有限，可能帮不到5少牵红线。不过我可以让我家太太帮忙留意一下的，或者跟我奶奶说一声，我奶奶还在帮我弟弟们相看女孩子，叫他老人家顺道帮5少也相一个。他没有见过战家老夫人，但听说过战家老夫人是个老顽童，比他奶奶还要开明。战印会闪婚海童，不就是老夫人的手笔？那就拜托老夫人了。叶君博也觉得让战印帮君然牵红线很难。战印和兰征是同类型的男人，这种男人自身的人生大事都要别人操心的，因为他们都不喜欢年轻女性接近。战老夫人帮忙的话，几率还大，而且老人家是过来人啊，看人的眼光准，保准能帮弟弟牵条好红线的。我奶奶很乐意的，老人家最喜欢就是给人牵红线了。居然大哥，你就不问问我的意见呢？到时候安排好相亲时间了，就告诉你。居然无语至极。以前大哥还没有结婚时，家里人催婚，大哥都给他们挡着，反正大哥都未婚，底下的这弟弟们就能逍遥自在的。当大哥结婚后，大哥不仅不再给他们挡着，还加入了催婚大队，有本事的去催3哥呀。3哥比他还大一点呢。君丽咬牙切齿的：老5，你真是我的好兄弟。战印忽然想到了商小飞和君然，他想说出来，考虑到商小飞对他痴恋多年，现在也还没有放下。要是跟叶君博说帮君然和商小飞牵红线，君家兄弟怎么想？那想了想后，战印最终没有说出来。他向叶君博兄弟俩道了谢，就在兄弟俩的相送下，就带着一班保镖团离开了风尘山庄。望着战印远去的背影，叶君博说道：真想不到战总这样脾性的人也会为情所困啊。他处事方式一向果断，不拖泥带水的。居然接上话来：爱情嘛，容易让人患得患失，他越是在乎他的太太，越会犹豫不决。叶君博偏头看着弟弟，君然顿感危险，忙道：大哥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还有事情要处理，先走啦。说着他赶紧溜之大吉。闪婚后你们相处的怎么样？叶君博八卦地问道。他和穆晴是属于闪婚，但他们在闪婚之前已经认识了11年，是老熟人了。而且穆晴是他一早就瞄准的女人，就碍于穆晴年纪小，他压抑着自己的感情，不敢流露出来。直到穆晴被催婚，催得不敢回家，不得已租他当男友。他抓住了机会，坑了穆晴一把，把契约结婚做实了。由于他和穆晴是老熟人的闪婚，与战印这种真正的与陌生人闪婚是不一样的，叶君博就忍不住八卦：闪婚之前
我和我奶奶说明白的，娶她可以，但婚后怎么对她是我的事，我奶奶不能再干涉。我也想隐去真实的身份，通过日常生活的相处考察一下她的人品吧。看看她是否像我奶奶说的那样是个自强自立的好女孩。刚相处的时候，我们彼此都不习惯吧。闪婚之初，她总是忘记自己有了个老婆，她也不习惯有个老公，也发生过一些小摩擦，不过都通过沟通后解决了。相处的时间长了，战总就慢慢的习惯她的存在，也对她生出了感情。习惯啊，是很可怕的，往往就是习惯了对方的存在，然后害怕失去。战印点头。如今我们感情处于上升期，我承认我爱上他了。当初说不会追妻的他，现在脸都被打肿。我纠结的是，我该不该主动向他坦诚我的真实身份？坦诚后，他会不会因为生气离开我？还有一点，他的亲表姐是我的爱慕者，公开向我表白并追求。他因为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还曾帮过他表姐来追求我。噗，居然一口热茶喷出来。那2位大总裁同时看着他，居然赶紧抽来纸巾擦拭着桌面，一边咳着一边不好意思地笑道：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忍俊不住。战家大少奶奶真好笑，居然帮着情敌追求自己的丈夫。叶君博其实也想笑的，不过他就沉稳些，没有像君然那样失态。他表姐妹俩的感情如何啊？战印答道：他表姐是最近才认回来的，就是商家的千金小姐商小飞。商太太一直寻找的妹妹就是我丈母娘。这么狗血的事情发生在我战印身上，我都懵了。姐妹俩的感情很好，我在商小姐面前绣过婚戒。商小姐知道我已婚后，已经不来纠缠我了，但她对我的感情还没有放下来。商无痕知道我和我太太的时候，也曾约见过我，让我继续瞒下去，不要让商小姐知道，怕刺激到她。我现在想坦诚，又怕她接受不了，更怕她因为她表姐喜欢我的事，就让她有心理压力，觉得对不起商小姐。叶总，你是过来人，我想请教一下，当初，你是怎么向你太太坦白你的身份呢？你太太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后是什么反应啊？你又是怎么做，才让她完全的接受你，不再受外界的因素影响？叶君博明白战印为什么纠结了。战印不是不敢向闪婚妻子坦诚身份，他是怕坦诚身份后会带给妻子伤害。还有商家千金的存在，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，处理不好，或许商小姐心生嫉妒，姐妹做不成不说，还会反目成仇，那样就也会影响到战印和他太太的感情。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后，叶君博说道：战总，我和你的情况不一样，当初我虽然和我太太闪婚，却是我算计来的，我暗恋我太太11年，逮着机会把她坑进民政局领的证。原则上我们是闪婚，可我们是老熟人的闪婚，毕竟认识了11年。我家晴晴那会儿对我不算了解，但我很了解她，我是带着目的性的。你和你太太那是真正的由陌生人闪婚成为夫妻，没有半点感情基础，闪婚之初你对你太太肯定也充满了防备之心吧？说不定你还会提出签份协议呢。战印俊脸泛着窘色，不愧是走过同一条路的人，连签协议这种事都猜得到。他低沉的道：我是误会过我太太，也防了她很长时间，也真的签了协议，协议内容全是约束她的，唯一于她有利的就是一旦终结婚姻关系，我会把我和她现在住的那套房子和我现在使用的那辆车都给她，当成是赔偿她的青春损失费。叶君博问他，那份协议还在吗？我和晴晴当初也签了协议，不过我让协议作废了，好不容易娶到她，我才不会受协议约束。战印顿时觉得找叶君博是找对了，他也把协议废掉，不再受协议约束。协议被我烧成了灰，灰都给我冲进了下水道，除非他能让时光倒流，否则他是找不到协议的了。叶君博笑，像战总的行事方式，毁约就毁个彻底，让对方连证据都找不到。
当初我家晴晴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时，是震惊的，而且不是我主动告诉她，是我的死对头欧阳玉捅破的。他觉得高攀不起我，要和我离婚。战印脸色变了变，哎，你是怎么哄住你太太，让她打消离婚念头的？现在叶君博和慕晴的感情羡煞旁人，两个人的爱情结晶还在慕晴的肚子里愉快的成长。战印是真的很羡慕叶君博，也盼着自己能像叶君博那样，成功的度过婚姻危机，能和海童恩爱到白头，也能儿孙满堂。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和他之间没有隔阂，证明我家里人不会嫌弃小看他，证明我是真的爱他。我能给他幸福，他想做什么我都支持，遇到任何困难我都会想方设法帮他解决，让他对我越来越信任，渐渐地把我当成他的依靠。当然，我和晴晴认识了10几年，这条路走起来还是很容易的。战总也可以学我，但战总走这条路会有点艰难，因为要花费很长时间来证明。至于你太太的表姐喜欢你这件事，早晚都得面对的，我觉得你不必考虑她表姐知道后如何。战总是个有能力也是个护短的人，我相信你能罩住你太太。战总纸包不住火，早晚都要被他知道的。我个人建议你还是早点向你太太坦诚一切，